大家好，我是怡媛。昨天我们才做了玩家社群反馈国际服版本的，结果在我发布影片不久就出了国服版本的策划直通车。本来我想要做影片了可是我才刚发布一个影片，又要做另外一个影片，我就跑去录音了。录音到来那个时间点了差不多了，算了，明天再发布啦。所以我才等到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才讲这个东西OK， 我们来看一下第3期的策划直通车讲什么东西。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希望技能重置卷可以有更多的渠道获得，比方说 VIP 商店。策划答复，技能重置设计初衷是考虑到一些执政官在初期阶段可能对统帅的技能不够了解，从而可能误点的情况，我们经过评估之后发现，当前获得途径已经足够满足大多数玩家误点技能的需求，因此我们暂时没有计划将技能重置道具添加在 VIP 商店中，但我们会持续评估是否有必要增加获取的渠道。这个问题我可以坦白跟国服的玩家讲，你们可以不用想那么多了。其实这个问题呢，在国际服有问过当时候官方的回答也是一模一样的那时候是多久好像1-2年前的事情了，所以你们不用等了是不可能会出现的。而且你们自己看官方这里的回答讲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呢 OK， 如果我给你技能重置卷真的5115就可以用了，这样你们不是一直用来卡技能咯？那我仔细算一下，你去觉醒一个统帅的消费跟你卡技能花的消费哪一个更赚钱呢？你们知道卡技能可以省下多少颗镜头吗？ OK， 就以贞德为例，贞德只是需要卡5115，省下来镜头总共有500颗，一颗镜头在 VIP 商店买是2000颗宝石，这里总共可以省下100万颗宝石。那我问你啦，你会花100万颗宝石去买技能重置卷来卡到贞德5115吗？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你卡到5115，你就间接性省了100万宝石。你们是当官方傻吗？他不会算吗？他比你更厉害算呢。所以我才跟你们说不用等技能重置卷不可能的事情啊。第二个问题，希望可以推出一键派遣多个部队的功能。这个东西呢，也是很多观众跟我讲，为什么会比较多玩家提出这个东西呢？是因为万龙觉醒它有一键派出多个部队，但是万国觉醒出了4年没有所以就其他主播在那边讲，哎呀，万国觉醒不能了啦，这种小细节都不会出，什么一键派遣都没有。但是万龙觉醒是万龙觉醒，万国觉醒是万国觉醒，为什么万国觉醒不能出呢？众所周知，万龙觉醒是有统帅的体力限制的，万国觉醒没有，也就是说你派出去又回来，派出去又回来在万国觉醒里面可以重复很多次，万龙觉醒不能重复这么多次，也就是说在万龙觉醒里面可能没有地鼠，而且万龙觉醒好像是还没有出到7队，万国觉醒是已经出7队了。你们自己想一下，1秒出这么多队伍，7队队伍同时间打你做地鼠，而且是没有体力限制的，你们自己想象一下这个地鼠到底有多痛。在之前我也是有提议过这个问题，被观众骂了之后我才恍然大悟，真的不可以这个东西开发出来我会死官方答复，建议收到，我们有推出类似的功能的计划，同时我们也担心一键多队功能可能会破坏游戏平衡。举例来说，当部队经过对方组成时，可能会瞬间7个部队围剿，看到吗这对于执政官的游戏体验而言是相当不好的，这个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你们自己想一下，被7队地鼠打得痛。为了兼顾游戏的公平和便携性，我们正在努力研究可行的解决方案，一旦有进展我们将及时分享给大家。其实提出这个意见之后，有一些观众有提到一些方案，就是可能派出城市之后要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回去，我认为这个也算是不错的解决方案，官方也可以考虑一下。还好策划有顾虑到这一点，而不是玩家讲要出这个东西他们就马上出，这样的话玩家会死掉。第3个问题，我看到这个问题就很想笑了希望增加行动力恢复道具获取途径，比如体力周卡、月卡等。因为之前官方改了规定嘛，就是打野蛮人称在联盟里面可以获得的体力药水减少了，有固定的上限，变成只有加入集结的玩家才可以比较大概率获得体力药水。策划答复，体力作为游戏中较为关键的活跃道具，它直接和游戏整体的经济系统有密切关系，我们非常重视体力的平衡，担心增加体力获取会引起玩家之间的内卷哇，我官方也会用内卷这个字无形中增加执政官的负担，因此暂时不会考虑引入新的体力获取渠道。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了随着游戏的版本更新，执政官对体力的需求逐渐增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持续关注并进行深入探讨。
坦白说，现在我的体力药水是一直在减少，根本没有在增加。我觉得官方确实是要慎重考虑这一点。当然，我也是不太支持用钱去购买，变成有钱的玩家只会越多体力药水，那没有钱没有去氪金的玩家体力就越来越少，我觉得这个不太好。第4个问题，希望先锋 IG 可以有更多报名和参加时间，可以选择避免和 KVK 结算时间冲突。关于对先锋 IG 的时间安排，主要考虑了稳定性和安全性2方面的因素，接在为参与的玩家提供更好的游戏体验。目前先锋 IG 已经基本结束，因此我们暂时没有调整报名和参赛时间的计划，所以这个东西回答等于没有回答啦。第5个问题，希望艾斯梅利达的祝祷这类活动累积抽取60次宝箱，可以查看到可选的图纸碎片。感谢执政官的反馈，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版本里优化，这个也算是小更新啦。第6个反馈，希望 IG 之战和联赛可以增加回放功能，方便后续复盘。有计划推出类似的功能，但是基于其整体开发的复杂性较高，我们团队目前正在进行功能预研，一旦有最新消息，我们会及时与大家同步。国服那里我不太清楚，但是国际服是有官方频道做直播的，然后每一场直播都是会保留下来，所以我们这边是有差不多算是回放功能啦。国服的话好像是用抖音比较多，但是抖音好像是没有回放功能，除非自己保留。不过假设官方可以放在游戏里面，当然会更好更方便啦。有些玩家就是想要去看这个联盟打到怎样，他们的 IG 之战优秀的地方在哪里。假设这个回放功能可以自由去看的话会更好，比方说我们看直播都是看主播看哪里我们就看哪里，但是这个回放功能如果比方说主播看 A 点我们看 B 点可以自己去看的话会更好，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开发应该会比较难一点啦就看官方那边怎样开发吧。第7个问题，希望失落之地内新增失落之地击杀和阵亡排行榜。策划答复，相关功能性已经在开发中了，预计72版本就可以和各位执政官们见面了。官方所讲的应该是失落之地回顾功能，前阵子我有介绍过，除了可以看个人的之外，还可以看联盟的击杀总数排行榜。我认为这道题目官方所回答的应该是指这个回放功能，有需求的观众可以再等等。第8个问题，有些联盟报名奥西里斯联赛后不入场，希望针对消极比赛的联盟有处罚措施。感谢大家的反馈，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联盟存在消极比赛的情况，我们将在本次联赛中进行针对消极比赛的相关处罚，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那他处罚什么东西？这里又没有写的特别详细。难道是下一个 KVK 的竞赛整个联盟都不能报名哈？还是说连 IG 之战也会被限制，连 IG 之战都不能报名这样子也是有可能哦。以上就是策划直通车的内容，那我这3期看下来呢，我觉得表现还不错，就很认真的选择一些问题来回答，而不是像昨天的玩家社群反馈，我真的是要吐，选一大堆没有用的问题，又或者是不懂哪里来的问题，感觉都没有用心在做玩家社群反馈了。看来之后还是要等我去找一下有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官方是没有回答的。至于各位看了策划直通车第3期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